万代，你真的不要觉得说模型玩家的钱这么好赚，你乱改设定，然后就要叫模型玩家掏钱买单，是不是？ A few moments later. 哎喂，你好，哎，我想要订 MB 的海牛钢弹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可以跟牛钢弹一样，浮游炮挂半边的那台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哎，砍单率高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保证到货是不是？好好，再麻烦了，再麻烦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拜拜。Yes。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来开箱这盒 Metal Build 海牛钢弹，香啦，哪是不香？不过这一盒其实不是我跟店家订的哦，是我朋友就是在日本有订到2台，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1台。本来我是没打算买啦，不过它是海牛钢弹啊，实在是太香了，本命机呀，所以只好还是买下去了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合会速看、内部配件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，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浮游炮挂法，以及最后我个人的一点小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一盒 Metal Build 海牛钢弹有没有值得买。哈基梅马修。首先来看合会封面，除了我们熟知的海牛之外，在背景有透明度较低的浮游炮半边样式。本次的大卖点，字体采用烫金款式，也写出这一款是展场纪念商品 Export 的字样。背面姿势图就是浮游炮半边款的姿势，搭配部分的武器介绍。开箱后里面有4个塑胶壳，大致上可分为本体、武器、浮游炮跟底座。先把本体取出来看一下，这一次采用蓝白配色，而非之前的紫色样式。不过蓝色带有点蓝紫色调，鲜艳度不像组装模型那么高。我个人最喜欢的形象也是这种蓝色。肩膀上有标志性的 mark， 各处的转印贴纸则包含警告标示，以及隆德贝尔的标志、UNT Spacey 等图案。相比早期设定稿，身形更接近近年的 RG 或是卡板，走的是美型路线。身体各处运用大量的高低差装甲还有刻线，营造丰富的视觉层次，并加入深浅色差。在前臂、胸甲等细节处，还设计了小型喷射口或是表面机械细节，全都有经过涂装哦。整体看起来非常爽快，各处的感应器也都细心处理，全部都涂上了金属绿。这种细小部位都有涂装的细节，我个人是非常的满意哦。再来说明书上第2页就直接讲各处的装甲展开，马上就先来看一下，分别在肩甲、胸甲、上臂、前臂外侧、前裙甲、小腿处的喷射口，以及前后装甲，还有脚掌前后的地方都可以展开。展开后可以看到内部的骨架细节，直接买涂装完成品的好处就在这里哦，不需要自己动手，也可以享有高等级的涂装视觉。不过万代的完成品通常都还是要拔拨一下就是了啦。再来可以看到胸甲、裙甲以及小腿装甲都有卡榫。没错，那个1.2的 HWS 已经蓄势待发，只能说万代终究还是你啊，会捞的还是要捞哦。接着安装翅膀，燃料棒需要额外安装，安装时需要注意左右以及关节的方向性，需要先看清楚再安装。燃料棒以及背包上的大型喷射口都是古铜色，意外的很好看。除此之外，燃料棒也跟本体一样有着不少刻线以及色差。最令我意外的是，这一次的燃料棒可以像火箭一样进行底部分离，除了把玩时很酷之外，对于机械设定也多了更多想象空间。浮游炮的部分，首先照正规造型来安装，在折叠时可以听到类似这种断插的声音。外观除了刚刚前面提过的细节处理之外，在安装支架处的表面也有机械纹路，侧面也有设计散热口，不过安装时相当麻烦，翅膀连接处的卡榫容易滑掉，很难顺利安装，安装到我有点恼羞的程度哦。拆卸时又因为卡榫过紧，需要用很大的力气，但又担心一不小心弄断其他部位，算是这次把玩上非常不舒服的地方。接着看手型，都是成对，分别是握拳、2种持剑、持枪以及开掌，其中一种持剑是握持角度较为倾斜的款式。再来看手持武器，分别是光束步枪、3把光束剑、快乐筒以及盾牌。光束步枪可以看到比起其他模型多了个背带，出自于当年逆袭的夏亚小说当中出渊玉老师绘制的插图。背带采用软胶材质，可以整个取下，透过前后的替换零件将取下后的孔洞盖上，侧面可以将卡榫向下拉出，收纳在后裙甲上。
光束剑共有3把，其中2把剑柄比较长。特效剑分为3种：常见的普通型、尾部短型以及高出力型。只有长剑柄可以同时安装头尾两侧的特效剑。平时长剑柄收纳在翅膀内部的收纳槽，安装基座可以上下搬动。短剑柄则依照设定收纳在左手外部装甲，收纳槽基座可以向外拉出，但这里很不好拉哦。推荐直接将剑柄拔出会容易很多。快乐筒筒身以白色为主，搭配多处分色以及表面细节，呈现出丰富的视觉层次。前端可以收缩，扳机能前后搬动，筒身中央可以折叠，透过上方的卡榫可以收纳在机翼后方。这里配置的滑槽收纳相当稳固哦。盾牌的涂装跟3年前的版本完全不同，当初不少人不喜欢的发霉涂装也是出自当年小说中的插画，这一次则改回了大家熟知的类似 Z 字形交叉设计。大独角兽的转印贴采用银色，在蓝白配色中显得低调，但华丽的花纹和大张的图案还是相当抢眼哦。内侧也有相当棒的内构，仔细一看4颗小型飞弹的前后金色，甚至是不太一样的发射涂装，很细致。前端的小型粒子炮可以伸缩，不过有点难拉出来哦，把玩时要小心。安装也很简单，直接将卡榫插进左手的孔洞就好。这里原本是折叠状态，向外拉出后可以改变举盾的角度。接着看底座，底座本体是采用之前同款的底座，配有盾牌同款的独角兽标志，以及机体的介绍。下方则是看起来类似散热口的图案，支架上方采用金属连结。印象没错的话，是神钢弹24那时候改的。不过因为连接本体处仍然是使用透明塑胶，个人觉得只是改善了其中一处，真的要断的话还是会断给你看哦。连接本体的塑胶零件一共3种，分别是默认的常规状态、浮游炮射出状态，以及这一次的半边浮游炮状态。射出状态下，除了6支展示架之外，还可以搭配另外的2支辅助支架。不过因为浮游炮本体都还是有一定的重量，下垂还是难以避免哦。接下来是本次的卖点，半边浮游炮状态。首先将所有浮游炮取下，然后拆除左边的翅膀。拆除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角度，需要将圆轴连接零件垂直于下方的连接件。接着将这一次新增的2片专用连接件组合完毕，再安装到机体上。最后按照说明书指示，将浮游炮逐一连接就完成了。首先因为有额外支架的关系，浮游炮之间不会松动。再来支架本身有些微的弯曲幅度，因此连接状态不是完全的平面。支架本体的外观也有很棒的视觉细节，不过跟本体比较之后会发现，除了金色的散热口之外，其他地方的涂装全部都是消光处理，本体则是带有金属颗粒感的涂装。另外支架是有方向性的，所以没办法实现双翼牛的形态，买2台也没办法哦。不过因为另外一边的翅膀没有拆除，倒是可以玩这种另类的双翼形态。在这个状态下，因为金属关节都够紧实，所以不会发生歪腰的问题。不过不知道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就歪了。展示时也可以用辅助支架辅助抬起，就看之后会不会用到了。最后看一下平衡感，大翅膀机体肯定要看一下。首先正规连接状态下，往2侧展开时平衡感维持得很好，不过往后搬动后依旧无法避免，还是得调整重心才能站好哦。半边连接状态就表现得很好，几乎不会倾倒。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在头盔下缘有针对抬头有伸缩的机制，但可惜的是这片零件并不是联动，所以在回正头部时需要手动搬回来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头盔本身就会跟领口有干涉，因此这个伸缩效果几乎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哦。低头角度也偏小，前后摆动没问题，侧摆也 OK， 左右旋转则是头盔2侧会跟领口干涉，角度不算太大哦。躯干的弯腰为2段可动，在弯腰的同时，除了可以看到内部的骨架细节之外，前裙甲会有少许的联动效果，提升整个角度。后仰则是单段可动，胸甲的关节派不上用场，角度也不大，侧摆倒是没什么问题，而且幅度也相当不错。左右旋转也没什么干涉问题，手臂的前后旋转没问题，外摆关节有配置，不过因为肩胛会跟胸甲干涉到，因此幅度并没有到很大。肩胛向上抬起大约30度，有点差强人意，但手臂平举就很棒了，接近140度。手肘弯曲2段可动，接近180度。弯曲后可以看到手肘后方的骨架，
是呈现这种弯曲的结构。右手臂装甲可以打开，常有小型的光束机枪、炮口伸缩机构。个人在把玩时对这块相当的满意哦。相应的左手臂的外侧装甲也可以掀起，是刚刚讲过的光束键收纳槽。前臂有单独的旋转关节，整个手掌可以连带装甲向内些微搬动。至于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，就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前裙甲皆为独立可动，后裙甲也都是独立可动。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非常扎实。不过平常后裙甲都会被燃料棒挡住，侧裙甲的表现就偏惨。向上掀起的角度很有限之外，前后摆动也都会跟其他裙甲有干涉。脚部的前踢为90度，后踢受限于根部骨架干涉，只有30度左右，侧踢为70度。根部旋转没有问题，屈膝位两段可动，角度180度。可以看到内部联动的油压杆以及膝盖处的额外散热口。在回正时建议抓住小腿再进行，不然会有点难搬动。脚掌前后摆动角度表现很棒，侧摆则较为普通。脚掌前端可以向上搬动，脚尖处也有独立关节可以向上搬动。最后是翅膀，上方的盖子可以掀起，看到光束键收纳槽，基座也可以向上搬动，呈现拔剑之势。翅膀的连接基座可以前后以及上下搬动，上方的圆轴关节可以进一步改变翅膀的上下角度。浮油炮连接基座都可以前后左右搬动，中间的基座甚至可以向外拉动。接着将翅膀下半部往下搬动后，将基座往回推入，可以呈现浮油炮发射后的飞行状态。可以看到有内部的隐藏散热口等细节。中间的大型机翼可以上下搬动，在机手的部分有额外的关节可以展开。背包的喷射口可以自由调整角度，燃料棒则是受限于关节的方向性，只能左右摆动。这里真的是绝对要小心一点哦。连接处是塑胶零件，就怕一个忘记用手想要试试上下摆动时，就直接断给你看哦。那以上就是这一盒 MB 海牛钢弹的开箱了。整体玩下来，我个人是觉得很爽，毕竟金属关节就是够紧实，然后外观细节的部分也都很有诚意，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海牛最好的完成品了。不过毕竟都来到这个价格了，不准不给我不好哦。那至于半边形态的部分，这个就见仁见智，我个人是真香了啦。那如果说你因为之前盾牌的涂装，刚刚讲过的那个发霉涂装没有买，但是你个人是非常粉海牛的话，那我个人觉得这台可以直接买了。2种玩法一次满足啊。那下一盒我们要开箱的模型呢是这一盒 MG 的重武装钢弹改 EW， 每一次开 PV 每一次都被抢爆的机体哦，我们就好好来看一下这盒10年前的套件到底是有什么魅力，可以让每次开 PV 的时候就一堆人哀嚎。对，我也是之前其中一个哀嚎者哦，终于被我抢到了。那一定会有人问说，后面那盒全装甲 Double Zeta 什么时候才要开？这个不好说，因为那一盒真的太大盒了。然后再加上就是下一周 HGUC 阿利宙斯快发售了，所以呢，我不想短时间内就是一口气组2盒太大盒的模型。当然啦，阿利宙斯也有可能延期或是直接被砍单。我个人是已经不期不待了。上次看到那个直播里面那个量产牛的分色分件，完全的惨烈啊！跟那个古斯塔夫比较起来，古斯塔夫有多屌，量产牛就有多惨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，就这样，拜。